王太，你知道大马最出名的水果是什么吗？榴莲之国嘛，对，全球第一一定是榴莲。今天我们却要来讲一个最近刚刚发生的槟城榴莲风波，我们姑且就起这个名称。你看，观众朋友们也提醒我们，两个国家互相之间旅行的温度越来越高，同时又在谈免签这样的事情，恰巧在这个风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还会涉及到商家到底怎样提供榴莲的产品。你有一句话讲的挺好，你说可能有一种心态叫什么？总有商家要宰我。这个可能我猜你想讲的是中国人常会有的这种心态。好，那么我们也是中国人，我们不回避我们自己是怎样想这个事情的，有可能什么原因发生了这样的事件。我们住了快3年了，那么我们会建议，如果到大马来旅行，和商家怎样相处，用一些什么样的心态，如何来理解大马，真正的让你想好口福，心里也很开心，品味大马的榴莲，品味大马的人情。我们先回顾一个事件，我刚刚小小的学习了一下，刚才你所了解的这个事件是怎样？其实是我们观众群里面最先在5月1号那天就把这个视频放给我们看了，你可以看到是2个比较情绪激动的中国母女，貌似是母女的这个情况，好像是在吃完榴莲之后在付钱，感觉是在讨价还价，好像是59块钱的这个榴莲的费用，他们只愿意付50，就差了9块钱，所以这个店主就追出来是追讨这个9块钱。是，我也去看了这个事情，先是被网民拍下来了，那么上传到 Facebook 被放大了，再经由光明日报在5月2日报道，又进一步放大了。所以我们也看到 YouTube 的一些频道，像 Astro 本地新闻，20个小时好像就9.4万的观看量，所以引起了一定的热度。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大家的一些评论，舆情来说鲜有支持这对母女的，他们会说，你看榴莲可能有时候是会碰到不好吃的，这种声音很少，绝大部分都很同情商家，说这个商家也太倒霉了嘛，怎么会碰到这么不讲理的一对游客？当然了，一定又有人把他这个事情贴到整个中国人的标签上面去了，说整个群体，一定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。我不想得出结论，一定是一群人怎么样。王太，我想首先了解一下你的看法是，你觉得这个事情中商家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女孩有什么问题？就是这件事情我在车上讲出来的时候，我跟 Wilson 2个人同样的反应。我其实看到这件事情跟 Wilson 一样，我们觉得说Wilson 怎么说？你补充一下。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吃榴莲？旅游景点吃榴莲竟然只要花59块钱，这个太便宜了。当然他说我们也去吃，因为你当时我们也没想到，其实人家没说是一个还是几个，他只说是吃了50几的榴莲。对，我们就是觉得吃榴莲消费了，以我们家吃榴莲的消费经历来看，59块钱一对母女吃完榴莲，这个价格怎么说都是很便宜啊。我们也不知道是一个还是多个，但是这样的消费来讲，我们觉得难以置信，价格很平。第一感觉是平，是吧？对，而且现在也不算是榴莲大量上市的季节吧？那这个现在不是榴莲的产季。后来我看 Astro 里面的这个新闻说，他们吃的是葫芦，那个葫芦确实是一直都不算特别便宜的，我印象里面。是，你觉得商家有问题吗？我觉得商家没有什么问题。好的，那在问你女孩有什么问题之前，我稍微补充一下，我也看了新闻，确实他们吃完了给了50，发生争执被人拍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不想付这9块了。那商家的母亲在后面争执了几句之后，也有提到说，就这几个钱，如果不要付，你就不要付就可以走，他们就堂而皇之的也就离开了。而且这个男的店主他已经70岁了，我看这个视频，他全程的过程，其实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很好的。他讲话是慢的，语气是柔和的，也告诉他，我主要是接受不了你的这个态度，你要好好说话。那这个女孩是有一些情绪驱动，反正有点张牙舞爪的。别人提出来说 OK 你没有付这9块钱以后，他又进一步了，好像言语之中说，那你应该赔偿我一些，就进一步提出了更新的要求。是我觉得是挺过分的。你要是维权，就谁主张谁举证。你说这个榴莲不好吃，那你应该拿出证据。你的证据如果只是你嘴上说一句，我觉得这个榴莲不好吃，你们欺负我，这是什么证据呢？这显然不成立嘛。那你如果是维权，我想
准备好证据都是你的义务。对，消费者怎么能够空口无据的就这样自由新政吗？法官吗？这也不至于。这个维权的方式我是不能认同的。从有一些新闻透露的他们报道的新闻事实来说，他们已经把榴莲都吃完了，出来说我想要少付，好像要主张自己的权益。在商家讲了几句之后，反正我就是扯一些有的没的，说别人很奇怪，态度不好。他说我昨天碰到一个人，拜托这有什么关系？那他还要进一步提出，居然要别人来赔偿。就像你讲的，那如果有问题，应该是要尽早的、第一时间的让别人知道。对啊，对啊，是这样的。你就好，我们等会儿讲我们碰到的这个事情，我也很想回顾的。你觉得那这个女孩子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？我觉得别人跟你讲道理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讲感情，把自己始终好像放在一个是莫大的委屈受害者的这个角度，而且我感觉他似乎是把国内的这些不好的习惯，就是讲价的习惯带到了这边。他也许是吃到了不是令他非常满意的这个榴莲，那么他就觉得说你这个榴莲肯定是价格也是虚高的，所以你这个也不好，各种感觉杂陈在一起，我应该得到你的补偿，我是受了委屈了，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消费者委屈的心态。是他好像听到了商家一个词以后，很快就放大这个词，他说我感觉我被欺负了，这时候又也变得非常情绪激动。怎么至于欺负呢？我也很想了解他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诱因事件，让他促使会产生委屈的感觉，被欺负的感觉。那么你刚讲的这个心态，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是马来西亚人，他是不了解的。你也提出来说，总有商家想要什么叫宰我是吧？要宰客，这是一个有没有一些什么背景可以给我们补充，来揣测一下、琢磨一下，为什么这个游客产生了这样的心理，觉得说你看你欺负我，我被骗了，我不单单要少付钱，我还要你赔我一些钱，他怎么来的这种心态？我觉得至少在我自己生活的上海，我好像从小长大就是在讨价还价的氛围当中长大的。我觉得从最小的时候，看爸爸妈妈去买菜，爷爷奶奶在菜场里面跟菜贩是必然是要讨价还价的，不仅讨价还价，还要说最后还要求人家抹零，这是一个非常惯常的这个事情嘛。抹零就是说零头我就不付了，对对对对，他感觉你那也就是他感觉你虚高给我价格了。对啊，我要争取一个小利，是吧？我好像感觉长辈们买菜跟菜贩之间，他们不是那种一个愿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这个感觉，好像总感觉这个商贩是要赚他钱的，这个就是他要赚我钱，所以他是不道德的这种想法，想办法要在价格上面去压他们，渐渐就演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文化。你可以看到，在上海的这个商场里面也好，特别是在以前人民广场一个叫迪美的商业条街里面。所有的价格都是虚高的，甚至后来上海的消费者就上海政府部门它都推出了3色标签，它告诉你某2种颜色的标签是可以讲价的。我以前在百货公司实习过嘛，我就知道红黄蓝3种签，你就看到其中一个，你就可以直接大的百货商店你都可以跟他去讲价。为什么还有这种奇怪的讲价的文化存在？对对，我记得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去人民广场迪美这边去买衣服，我一个很厉害的讲价朋友就跟我说，你还价的应该是从他标价的1/3开始，基本上你要是买了超过了1/2，你就是亏了，你被宰了。而且这个你讲的1/3是指原价的1/3，比如说100块，你跟他说，老板30块卖不卖？是这样，是你的开头的句子是吧？是那种很厉害的讲价。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商家总想赚我钱，我觉得这算是正常。第二种，它价格虚高，这个我说不上不正常，但它一定是砍价的理由之一。我觉得有些消费者他心中挥之不去的，应该其实还有一点，他觉得商家总想用质量很差、价格很高的东西来欺骗我。他其实有很强的这种心理。对啊，再加上旅游景点，中国游客到马来西亚，他来到这种地方的，总会认为说旅游景点跟国内的惯性思维，觉得说旅游的地方一定价格就是贵的，那我就更加应该要讨价还价了。对，你能不能说说嘛？这种在国内算是正常吗？就是一到热门的旅行景点，价格虚高，质量很差，是不是真的是很常发生的？不是，我是属于非常痛恨讨价还价的人，我就没有这样一个讨价还价的习惯。但是我去旅游景点，我是做好了一定是比平时消费价格高的心理准备去。是，对，我知道可能自己是付多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善于讨价还价，而且人家标出来，那么就应该让他有的赚。
所以我是确实不太擅长，我也很反感这种。对，我们在中国国内旅行其实不算很多，但很年轻的时候还有。我那时候还记得去了厦门以后，我们分享说，没想到这里的物价比较真实哎。当时我们还是用比较惊奇的眼光的，对，说明去其他地方这个价格虚高、质量很差来诓骗你是很常见的。报端上这种双方客人和商家之间因为这个事情争吵起来，甚至发生很严重的冲突，都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。是，但是近几年你可以看到，像我们生活的上海啊，跟越来越多的商家直接在门口就挂上谢绝讲价，甚至我看到还有更激烈的谢绝讲价后面另外4个字，面吃不雅。包括淘宝上面曾经也是讲价，你买一样东西你要跟店主讲价很久，但是很多店主讲得很清楚，就是明码标价，拒绝这个讲价。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接受了，只是说可能童年或者说在旅游景点被宰的经历太多了，太深刻了，太惨痛了，所以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受害者的心态，就带着防备他在其他的地方消费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敏感度。那我再问问你，我们去买榴莲的时候会发生这种，老板我能不能便宜一点，少付一点？不会，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本身就没有讨价还价，在中国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。这个我也觉得，我想跟大家也分享的，我发现到了大马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们基本上买任何东西，上到家具这种，或者小到日常的东西，基本上都不会去讲价。对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上次买了我们家的餐桌，那标价是5000块的，当时我们就直接买下来了。结果结账的时候，对，他说我去问一下老板，你等一下。对，我说这个只有一张了，我给你3500。对，我们每次买家具都是我们按照原价的心理准备去买的时候，在结账的时候，人家总是会主动 offer 我们一个 discount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背后就是有大马和中国碰到的不一样的文化差异，我等一下还想要展开。我们接着再回到榴莲这个事情上，你看，榴莲确实是一个容易相对发生争议的水果，因为你说好吃不好吃很主观。榴莲本身品种就有200种，你要碰到敢蹦的，大家要去探索，就更不好说了。再说，他是一个人，游客说好吃就好吃，他说不好吃就不好吃，这好难讲。对，你觉得要怎样做会比较好？对，你拿到一瞬间你觉得不满意，你就应该跟他去讲，而不是把它全部吃完。你要保留好证据嘛，跟他去讲。第二个就是你维权的态度，有必要这样张牙舞爪吗？有必要这样像那个在家里面吵架的架势，就是剑拔弩张的这样一个态度吗？而且是在一个公共场合这样大声的喧哗，这个是不是？我觉得就是不文明。对，人家没面子，但你看这回被拍下来吧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真相，真的是不雅。对，讲的那种话，什么我要是不还价我傻，那个词儿是非常这个肯定会很触怒就别人的。你想想看，你是在和一个70岁的老人，很可能他的太太在旁边，他们是一对70岁的老夫妇在这边经商，他有可能也已经卖了很久了。你说这种话没有感到有何不妥吗？你看他在边讲的时候，其实他手机是在录影的嘛，拿了一个手机怼着人家的这个脸部，感觉是在像受害者在诉说、在陈情的这个样子。如果换作是你是商家的，你会不会也有一种心里面感觉特别不舒服的？我的一举一动就被你这样怼着脸就拍下来，是，好像我是理亏的一方，他好像还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商家欺骗的天机一样，这真的是让人感到很奇怪。就这样的上帝也真的挺吓人的。我想要跟大家解释，刚王大爷说我们有一次吃到榴莲不好，那真的是因为在路边一个很小的摊位，而这个榴莲确实是一盒好像都不怎么样。那我们当时很急着要赶回去，告诉他的原因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他这些品质都不是很好，所以一个是要尽快，别让人觉得说你看你已经吃过了，或者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时间太长影响到别人的品质。同时正是因为蛮多的整盒都不是很好，所以想要让他知道，我们也没有抱着说一定你要跟我换或者我要去跟你吵的这种心态。因为我们消费榴莲这么多，2年多以来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凡是那种可以当场给你开来的榴莲，店主们他本身就有一个默认的规则，他会觉得说我开出来生的他是不会给你，他会立刻就换给你，过熟的也是立刻换给你的，好像这是一种潜规则，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这一块太生，这一盒就是生的，属于好，每一块都不是很好。对，我们就应该跟店主去
对，坦白讲，作为中国人，你看生活在大马，我们有一点了解大马文化，但是又带着很多的中国烙印，所以我和威尔森去退货，那时候我心里是有些忐忑的，我也怕该还是不该说，对方开心还是会不太开心，但实际上结果很好。我们拿回去以后啊，那个店家说怎么会是这样的？他和他的上家又去联系了，说这个榴莲不好哦，你要帮我怎么样去换？他又很负责任的马上换了新的给我们。其实你们那天去，我当时就想，我是做好了他不能换的这个准备的。也没关系，我们想好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就是心态。那通常我们也不会去找别人，因为榴莲真的是口味是很多的，所以通常我们跟商家打交道的经验也要和大家分享，就不要去找别人。再通常从商家的角度可以跟大家讲，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去年7、8月份榴莲季的时候拍的那个18禁大叔，上身赤裸的胖胖的很可爱的那个大叔？他每次不单说确保你都是好的，还要帮你主动来按一下这个杆不跟或怎么样说，他帮你换掉，他帮你都拿好的，还要再多给你一点，我想送点山竹，是很常见的。对，我们买榴莲也采过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马来人手上买了30块钱的这个干蹦榴莲，回来大概有4、5个，看出来没有一个是好的，对吗？那我们当时就决定我自己吃进去，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很便宜，30块钱有3、4个。第二个我觉得语言不通，是这个我们也认，因为我们本来小孩子Wilson说来我要试一下开榴莲，那我们自己也知道，你买的这么便宜，你就要做好准备，它有点不太保证，而且一定是好的，而且它那个榴莲汤档它不是现场开给你的，它就是你买了就走的。那我们也问Wilson说，来你自己地上铺着报纸，经常说像大马人一样想要学习一下怎么开榴莲，你这个快乐体会到了，好，那就好，那这个就值30块钱了。对。最后一趴，我想我们作为生活快3年了，来分享一下和大马的商家打交道，真的是要注意一些什么？他们的这种社会文化的心态是怎样形成的？我们谈几个你的体会。我觉得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，好像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这样的一种维权的方式，是一个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。但这边你可以看，大家有理不在声高，把自己的理由讲出来，基本上都是会被公平的对待。是。所以应该是以这样的文明的方式。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现在大家都爱拍视频，拍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是挺不礼貌的，你应该问人家说我可以拍视频。我们拍视频我们都会问过安哥安迪的，说这个可以录下来吗？别人笑着答应了以后我们才会拍，这是大家平时看到的。对，就这种方式真的是不太礼貌，而且特别是在这种维权这种已经是不太愉快的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这样怼着脸去，这种事情真的是不应该去做。是。对。是我的感受，因为我们从中国过来，我也可以说实话，真的大家要把礼貌程度再往上一层，像到什么程度？比方说男女朋友，你要去见对方的家长，我觉得这种程度真的，你比如说像在我们群里，大家正常群聊很正常，但你就会发现慢慢进来几个中国朋友，他进来的时候那种指点江山、激昂文字的这种状态，用的很多大马朋友都不做声了，而大马朋友他们有时候发言说。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还会说：“对不起啊，刚才不太礼貌，我没有说，请问。”对，他还会自己补充一下。那你可以想见，平时我们和商家打交道也是一样，就像那个 Angus 一样的说：“你这个态度不怎么样，几块钱就算了。”就说这个很奇怪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那个女孩哪天你心情好的时候回看一下，会不会发现说，人家心态是很平和的？你其实大可不必预想、假定他就是一个坏人。就是在用质低价高的东西要骗你的钱。你说你昨天碰到一个奇怪的人，虽然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，这个算是正常。但如果你每天你这辈子碰到的人，你都感觉很奇怪，都值得你去争吵，说不定是你有问题，有没有可能可以改变一下？我还觉得特别好的是网民的反应，虽然让我有点担心、有点伤心的是，我真的好不希望大家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。我也讲了，如果你觉得一个群体就是这样的，那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列，我也感到很尴尬、很丢脸。我觉得大马社会有一个好的东西，就是大家有一种主动的去平衡这些不公和社会道德，只要哪里发现有一点丧失缺陷了，哪里有一些需要调节了，大家都会冲出来去平衡道德感。而不单单这个，我相信大家不是针对中国人。你还记得去年那个普众茶室，有商家反而指责顾客说你带水吃不起就不要进来怎样，大家也会跳出来说指责商家，最终搞到商家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
才能够澄清问题。你想说明的是他有一个良性的自愈的这个是一个社会道德。反正看了这对母女的表现，心里面觉得挺愧疚的。作为中国人，对，为他们的言行我自己感受到很愧疚。可能以后要更加夹着尾巴做人。我们中国人的讲话的口音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，有的商家听到我的中国口音蹦出来之后，他对我的这个表情是有一些不悦的，所以我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变化。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中国人，反正我先把我自己做好。是，来改变一下这个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是吧？好吧，这个真的怎么讲？改变靠大家，但是每个人至少可以把自己做好。对，讲穿了，你出来旅游，机票钱这么多，住宿费都花了59块钱马币，人民币80-90块，还差9块钱马币，还差15块钱。对，为这个事情，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不会开心，可能就会破坏他们自己游兴，值得吗？是，穷家富路了，你富路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，真的抓大放小。可能坦白讲，我也很希望大马这种良性的、比较高的道德要求，大家又会去主动维护的，商家和客人之间自然有这种很高的默契的，把它维持下去，这挺好的。我不太希望的是因为这种事件一再发生，那搞得商家就像你讲的，以后要标明说不准讲价，或者说什么当心我面质不雅，这样那也是人家的自由。我觉得如果这样讨价还价的这样多了，这种鲶鱼多了，那大家做出一些反应也是很正常的，可以谅解了。因为我很喜欢人情味，我希望好的人情味延续下去。OK， 就像欧卡希望能够为爱而传递货物 ，For love we deliver。大家到网站上看一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听听看您的声音。橘子，橘子。橘子说：“榴莲我最爱吃了，干嘛这样？”OK 啊。